先让真是。先请回吧，3日后来取。你是这家店的老板？是啊。哎，你谁啊？如此狂妄，说话都不看着我。我乃大唐第一刺客，武神通是也。第一刺客？哼！我只听说大唐第一刺客叫什么烽火燎城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刚才没说全，我乃大唐长安鬼市第一刺客，虎神通。你既然是这个店的老板，想必就是姓钱名郑吧？哎啊，正是。如何？既然是钱郑，那就拿命来！你真是刺客？谁雇你来的？这是我行规矩，我不能说。哎呀，休你是什么人？应该我问你吧，你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行凶！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啊？他为什么杀你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为什么杀人家？为什么？我不能说，规矩我懂。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？给他捆了！捆！谁敢？你跟我走一趟。哎，女侠去哪儿啊？快点，我还得做生意呢。啊，那就先别捆了。啊？你这刺客还起得来吗？起得来就接着杀人。女侠，我跟你去便是，但是去哪儿啊？雍州府。啊！这疼，慢点儿。跪下！哎呀，疼！你卢参军，审吧。你俩谁先说呀？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大胆，竟敢藐视公堂！那就从你这个鬼市第一刺客说起。说，何人雇你行凶？我肯定不说。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知道，雍州府，但是我不能说呀。刺客的规矩我懂。你是假老实，还是真装傻呀？啊，我不傻。我不傻。我虎神通绝对不能辜负了刺客的名头，我就是不说。苏明，碰到这样的，若是你审，当如何呀？碰到这样的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你就是鬼市第一刺客？他是这么说的。我听说朝廷为了管理鬼市，已请治世多年的丰太丰老出山，任鬼市令。没错，丰太老神仙，可是你我的忘年之交。如今我们就只能跟他老人家说一下，把这个虎神通驱逐出鬼市。哎呀，你害人呢你！你要把我驱逐出鬼市，我就接不着活了。
我说还不行吗？你还想继续接活儿？那当然了。虽然这次又失手了，但不是没出人命吗？这几天牢饭，你就得把我放出来。看来你经常失手啊，那还当什么刺客？拿了定金，怎么着也得意思一下吧？啊！罗三军，你听出来了吧？这就是一个专门骗取定金的刺客。话说那么难听干什么呀？少废话，说，何人雇你清修？我怎么能问人家姓名呢？规矩我懂。上官，我说一句啊，他是杀手，他被别人雇来杀我，我是被杀，我又没有作奸犯科，你们帮我做甚是吧？哎，赶紧把我放了，我还得回去做生意呢。卢三军，裴小姐来了。来的正好。哎，松宝，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画像方正光叔已经确认过，洪耀真是美若天仙，他为人和善，青龙坊的街坊们都很喜欢他。画得很像。你见过？入青龙坊离案时，正遇洪耀在弹琵琶，故有印象。有劳一枚了，正好用得上。这个女子，你认识吗？我杀的就是你！你勾引我娘子洪耀，我不该杀你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和洪耀的事啊？钱正，你不是请过宅门探子查洪耀吗？是啊，叫什么老猫对吧？老猫，你再仔细看看他的这张脸。远点。过来。你就是老猫？是我，你可有证据？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是你呀！那个宅门密探是你假扮的。哎呦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雇了你去探查洪耀？现在知道倒霉了。你勾引我妻洪耀的时候呢，你活该倒霉，你该死。你娘子呢？现在对我也是洪耀出，洪耀出墙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你闭嘴吧你！啊！你打我！你不反思你自己，你打我！你是娶了洪耀，但是你关心过他没有？你连长安城都没有带他去逛过。他梦不义，还不给洪耀钱花。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她相配吗？打我！胡神通，你不是号称鬼市第一刺客吗？你收了我的定金，你怎么不杀了他？我再说全一点，我虎神通那是长安鬼市第一便宜的刺客，便宜没好货，你用我，算你倒霉。倒霉呀！好了，把他们俩押下去。啊！不是，你打我怎么算啊？走！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哎呀，孟不疑呀，孟不疑，你是户部令史，要处理户籍、均田、共赋的事宜，还要协助上级官员进行相关决策，虽非正官，你也够忙的呀。能挤出时间写志怪笔记，我很是钦佩。还兼做宅门探子，你忙得过来吗？忙是忙些，倒也忙得过来，少睡一些便是了。孟不疑，身为户部官吏，雇凶杀人，你可知罪？陆三军，我虽雇凶，却杀人未遂，当从轻法判吧。而且我妻到现在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把我弄到这儿来，你审我做甚呢？孟令史，刚才公堂之上与证人厮打，我可立即叫你挨板子。孟不疑，既然你可以雇刺客刺杀钱正，那你也可以找其他刺客
去刺杀洪耀，甚至有可能亲手杀了自家娘子，然后把尸体一藏，说人失踪了。是也不是，从实招来。伦令凤、苏明，二位可是破获过参天楼诡案，识破天经，成佛寺缉拿魔王，名震长安。难道就这点本事，让一个小娃娃毫无证据的在这公堂之上喋喋不休？这太可笑了！薛系长，多嘴了。请问孟令史，昨夜你在干什么？公谢夜职。可是有寄居郎见你回了家，而且是翻墙而入。没有。要证人与你当堂对质吗？来啊！哎，你们找来的证人不会就是这个白发小贼吧？我家床榻上的头发是不是也是他的？还什么寄居郎？我看他就是个贼！你们连贼的话都信啊？我不是贼，我真见你跳墙进去了。我离你那么近，你出去的时候是走的门，你还夹着一摞纸。你住口！我昨日就在户部夜职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公廨。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，我孟不疑虽只是户部小吏，但我起码是正人君子吧？你们不信我的话，却要信这个白发小贼的吗？他完全是血口喷人！陆三郡，你们雍州府还能不能做点正事？我娘子到现在已经失踪多时，你们要是不去找她，行，我自己去找。站住！薛系长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昨夜我真见到他了。薛欢，继续跟着，莫跟丢了。是。阿江，你之前的供词中，孟令史走后，洪耀是和另一个人一起走了出来。对。可记清那人的长相？记得，大概。等一等，你不必跟我说，去跟喜君小姐说，记住了，说得越清楚越好。是。苏明，哎，兵分两路吧。让我去户部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倒觉得孟不疑可信。他的那个志怪笔记我都看了，能把故事写得这么好，人品往往都不差。比如我苏明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我会慢慢看。哎，老人家啊，您上了岁数，还能陪孟令史通宵夜职，中间没打盹儿？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精神头好得很。夜职怎么可能打瞌睡啊？我倒是好奇了，3条蛇的故事能讲上3页？哎呀，姑娘，我这故事好听得很。来，我给你讲讲。哎，改日吧，公务在身。就讲蛇妖的故事，没干点别的？哦，对了，孟令史还开了一坛好酒给老朽喝呢。你不会是酒喝多了睡着了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论酒量，长安城内无敌手。长安城内无敌手啊！哎呀，巧了，我也认识一位老人家，酒量甚大。他号称什么来着？反正我觉得你们俩应该较量较量，看看谁的酒量大。哎，行啊，哪里较量？谁出酒钱呢？当然是他出。哦，他是个老板，最近刚开了一家苏山店。苏山？我听说过，有名的很呐。苏山下酒，咱这就走。这就走。就是你，就是我。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酒量好得很。用完人就扔啊！当老板，
太拴身子了。要不你帮我打理一日生意，我好好的喝一顿酒，就一日。不行。你看贤叔你都不帮我。我有个预感，探破此诡案的线索，就埋在这志怪笔记中。行了，你快忙去吧，别打扰我了。长安城内敌人。哎，行了，你无敌手，我无敌。我说，以后有这样吹牛的人，都带过来交给我。即便不用这行救珠，我也是大唐境内没罪过。嘿，你忘了昔日在云顶，你喝多了，被人掳走了，泡在那酒池子里，差点被淹死了。那是着了坏人的道，不算数。掌柜的，再加一份红豆酥山。神气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谁知道？哎呀！看着上面。终于来到了。回去好好试试。卢兄，坐，请用茶。喝茶就不必了，我来是想请严城看一幅画。画？这谁画的我呀？是我画的。可我与姑娘素未谋面啊。是没有见过严城，但是有人见过。我是根据那人的描绘所画。谁？至于那人的名姓，我倒不方便透露。不过卢参军自是知道的。此事涉及一桩命案，还请严城配合，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不得有半点隐瞒。如果在这儿严城有所顾忌，可随我回雍州府。只是在此之前，需你的人配合我的人员，将药园及严城的住所仔细搜查一遍。见过严城。哎，站住！让开！何人击鼓？卢参军。有何建议？问我？你是丹青高手，刚才又一直暗中观察严君宪和莫不疑，应已从他们的神情中窥视到许多，故我问你有何建议？我也是凭直觉，他们两个都心里有鬼。既然他们是老相识，又涉及同一个女子，何不尝试一起审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你哪里是需要问我，是见我在店里忙坏了，找机会让我出来偷闲一天吧？那倒没有，没有你的妙笔，我怎么能查到这个严君宪？喜君于我至关重要，不只是协助我探破诡案。我承认，我作业。回过家。哦，可雍州府已有人去过户部，老书吏可以作证，说你通宵夜值并未离开过。他昨晚一直缠着我，跟我说蛇妖的故事，那简直是胡编乱造，乏味至极。我不想听，就给他开了一坛酒。那老书吏不胜酒力，喝了2碗，就倒下。
阿飞，快过来看，这是蛇鳞。蛇鳞。那张三应是先被蛇绕了脖梗，之后才被剪刀捅刺，还是紫色的。恩师狄公传我验尸之术时，曾专门教我辨别天下毛羽、裸鳞介等各种动物。不过，到底有没有紫色的蛇，我这一时还真有点含糊。待我把这段看完，也许就有答案了。看完？我说，咱看志怪能不能换个地方？这儿阴气这么重，你不觉得瘆得慌？你觉得如何？这个案子很有趣，明处甚明，暗处甚暗。哦，明处甚明，暗处甚暗。说得好。严君羡和孟不疑没有一个简单的，他们好像都以巨石招供，实则又有所隐瞒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有如此想法。现在的证词中，他二人皆无实质罪证，只能放他们先走了。幸好你画出了红药的人像，我已下令附会了100张，分发给全城业职的差役，全力巡查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蛇。我初步推断啊，有一条紫色的蛇，在那个衣柜里袭击了张三，缠其脖梗，致其失去意识，并跌出衣柜。故张三所持利刃上面没有血迹，只是掉在了自己身旁。一休神了，正与严君羡的供词对上了。我是听红药叫他张三来着。根据严君羡所述，张三在柜中仿佛正是与一条蛇搏斗啊。只是紫色的蛇，我平生闻所未闻呐。但这志怪上写了，有岛，名曰东夷，虽悬于海外，但历代岛主都自称是舜帝之后。岛上特产奇石怪树，上面还有很多种动物。岛上的人多断发纹身，精通诡异之术。开唐之初，武德年间，东夷岛主跋涉数月来到长安，却觉得没有受到鸿胪寺的礼遇，就怀恨在心，将所带之特产全都倒进了曲江。这里面就有极为珍贵的药材1品子。药材与蛇何关？就是蛇胆。这1品子既是药材的名字，又是蛇的名字。之所以价值连城，是因为此蛇胆必须活取，能解毒去疮自不必说，最关键的是，据说它还能让人起死回生呢。所以他们倒进曲江的都是活蛇啊。对呀。传说此蛇寿命极长，每条都能活到60岁以上。更奇的是，此蛇一到60岁，它的信子就会由红变紫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活取蛇胆才最为珍贵。我想起来了，绝不是传说，我的老恩师就曾经用过1品子，让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起死回生啊！等一等，我记得严君羡还说，来到长安赶考前，他就是个乡下的捕蛇人。哎呀，看来我还得再去一趟孟宅，我要确定这张三之死和这个1品子有没有直接的关联。但这个孟不疑极难对付，即便张三真的是被蛇勒死的，他也不会承认与自己有关。毕竟青龙方靠近曲江，他会说是蛇自己爬到他家中的。对呀，既然真有这1品子，
那长安最贵的药店肯定有线索，毕竟这些药店的老板都是最有钱的人。像这种能起死回生的药材，再贵都有人要啊。哎，还有，延君县本就是太医城，也许一品子出自太医署。那我们兵分两路。老费，快点，把蜡烛拿过来。去高一点。这是蛇林，上次勘察竟未发现。宿命，好像不光有蛇林。不要慌，此蛇无毒，也不咬人，就喜欢缠绕。你千万不要跟他较劲，越较劲缠得越紧的。老费，救我！此蛇定怕艾草。艾草来了，艾草来了！这蛇是怕艾草，可越熏它越烦躁。哎呀，安神，安神，安，沉香。艾草浓烈，与之相反的是温和的沉香。此蛇定喜沉香。宿命，蛇已经走了，你可别装了。宿命，哎呀，我不会把你害死了吧？这。2、3，不会呀，3下必行啊！哎呀，我可怎么跟樱桃交代呀？这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呦，张三，你说什么？张三定是被这蛇勒死的，可他脖梗处的利刃伤是何人所为？按阿将供述，是红药。那他为何呢？哎呀，生死攸关，你不想自己还想别人，你的命要是没了，樱桃可怎么办呢？晚上吃多了，走吧，也没什么好赚的。主人，是你吗？主人，
红药，红药是你吗？你藏哪儿了？吓死我了，红药！红药，孟不疑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你个严君贤，你拐走了红药，你还不承认？红药现在何处？你快把她还给我！你可真无聊！你刚才还在喊她的名字，你就算红药来过又怎样？她走了，自己走的。你把她交出来，不然我打你！你疯了吧你！你私入药园，这可是给天子种天麻的地方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扭送官府，让你连小吏都做不成。你还我红药！还我！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告诉你，你身边那个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还找不到红药，万一他把红药害死了怎么办？这就是你招惹那女子的结果，把她背到天麻地里埋了，那里有个挖好的现成的坑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？你这个没用的水鸡，是要将我为你谋划的前程毁于一旦吗？快点！怎么一天都不回来看我？你可是后悔了？后悔？我后悔当年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却仍躲在角落里。当年不叫严君宪接近你，我以为是自己怕他沉溺于美色，耽误了我为其谋划的前程。可现在看来，是已经将你视为我的人。你与严君宪在那偏僻小县做官时，可有梦到过我？还真梦到过，梦到你怪我棒打鸳鸯，还要杀我。那是因为我每天都梦到你，梦一次恨一次，怨念集结，才追上了千里之外的你。红药，你让我在1日之内改变了之前所有的想法。我苦心栽培严君宪，并想利用他，成为长安的幕后之王。为此，我花了很多金银，更搭上了10年光景。可现在我都可以舍弃。我要带你走。我早就不想在长安煎熬了。那我带你回岭南，那里山清水秀，我家的宅子是当地最大的、最好的。家里的别院比太医署的药园还要大许多。我若同你回去，你能让我做那宅子和别院的女主人吗？当然。我说的是女主人。我明时此生从未娶过妻，回到岭南后便明媒正娶你。你就不怕我再看上其他男人，辜负了你？我若说出自己先前的身份，恐怕你永远都不敢背叛我。果然被我猜中，你的过去很了不起，但不是惊天动地，而是血流成河。那就更吸引人了。我愿意为你天天洗薄荷叶，让你嚼，你边嚼边跟我讲你过去的故事。要是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就算死了也值了。他怎么办？早就发现你了，你呀，
永远都是只水鸡。